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第10届新中领导力论坛11月18日在乌节路康莱德酒店举行。当全球进入动荡时代，许多国家选择封闭对抗，但新加坡和中国却在持续加深合作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反常，但实际上这是双方基于长期战略利益做出的清晰判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因为两国关系特别好？还是因为新加坡想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？其实都不完全是。真正的原因是新加坡做出了一个极为清晰的国家判断：世界的未来会更加动荡，而越是在动荡时期，规则稳定合作才会变得更有价值。新加坡作为小国，不可能去塑造大国竞争，但可以在混乱的世界里塑造自己的稳定性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加强与主要大国的深度合作就是关键。你可能会好奇，新加坡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释放这项重要信息？新中合作会崛起为一股逆流吗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。首先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，世界进入3大时代变革，意味着国家必须提前布局，不能等风暴来了再反应。第一，地缘政治竞争恶化，中美竞争难以逆转，对全球经济供应链科技合作造成长期压力。第二，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结构，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先进，制造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。新加坡要保持竞争力，必须靠开放合作、跨境创新来提升自身实力，而中国正是重要的科技与产业伙伴。第三，社会撕裂与民粹主义上升，世界很多国家都因社会分化走向极端政治，但新加坡不能走这条路。这些判断共同指向一个重点：新加坡未来10年的核心任务就是维持稳定、提升韧性、扩大国际合作。而在所有合作对象中，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。其次，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，是区域供应链的核心，是科技产业和市场的重要合作对象。新加坡知道，在一个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时代，和中国建立稳定、可预期、制度化的合作关系，就是为国家创造抗风险能力。新加坡与中国选择合作、包容、坚守原则，这背后有3个关键外交逻辑。第一，确保战略互信。新加坡必须让中国理解，新加坡不是要疏远中国，也不会随国际压力起舞。第二，打造可靠伙伴形象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大国最重视的就是稳定、高可预测性的合作伙伴。新加坡强调不搞权宜，其实是在告诉世界，它不是见风转舵的小国，而是稳健可信的国际枢纽。第三，避免供应链风险外溢。全球去风险化趋势明显，但新加坡无法接受被迫脱钩，因此它既要维持与美国的科技合作，也要确保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连接不被切断。新加坡不是在平衡，而是在构建战略安全带。最后回到核心问题，为什么说新中合作不是权宜，而是战略？理由很简单，这是双方共同需求推动的结构性合作，而非政治情绪或短期利益。第一，新加坡需要一个巨大而稳定的增长市场，而中国需要一个国际化可信赖的全球枢纽，两者完全互补。第二，双方合作已经从经济层面扩展到制度层面，包括政治互信、科技合作、绿色发展、跨境数据、人才培养等。这种合作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机制化、长期化的。第三，新加坡在未来国际格局中想扮演桥梁国家角色了，而中国则需要更多能与世界连接的伙伴。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冲突点，只有互利空间。第四，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，新中合作的核心是韧性。综合来看，中新关系未来会更深入、更全面、更制度化，也将成为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。那么新中合作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未来？更重要的是，这对全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
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